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楊洋的2026，一邊是《凡人修仙傳》的狂歡，一邊是不讓江山的爭議。娛樂圈很少有演員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同時經歷兩種完全不同的劇組生態，但2026年的楊洋偏偏就處在這樣的分岔路口。一邊是《凡人修仙傳2》官宣後引發的全網期待，另一邊是不讓江山開機之後持續不斷的爭議與質疑。兩個項目，兩種劇組文化，兩種行業邏輯，這種強烈的對比讓不少網友感慨，同樣是頂流演員，卻像活在兩個平行世界。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比不僅僅是個人經歷，它其實折射出當下中國影視行業的一種結構性矛盾。究竟是尊重創作規律，尊重演員價值的長期主義，還是急功近利，以流量變現為核心的短期收割？而楊洋恰好成為這兩種模式碰撞的縮影。當劇組把演員當寶，《凡人修仙傳》的共贏邏輯，《凡人修仙傳》第一季播出時，很多人最初並沒有抱太大期待，畢竟仙俠劇在過去幾年已經被過度消費，觀眾對修仙套路多少有些疲勞。但這部劇卻憑借一種少見的質感慢慢破圈，而在這背後，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演員與劇組之間的高度信任。制片人王育仁曾經公開說過一句話：只要楊洋回歸，第二季立刻啟動。雙引號。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透露出一種行業判斷。在 IP 劇的體系裡，主演穩定性往往決定了項目價值。而楊洋為了韓麗這個角色，也付出了非常大的改變。為了貼近原著裡那個從山村走出來的修士，他主動減重接近10公斤。曾經被稱為古偶男神的精緻外形被刻意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樸素，甚至略顯粗礪的氣質。劇組化妝師透露，楊洋每天需要提前2個小時上妝，他們會在手指上塗抹特制膠水，模擬長期勞作形成的皸裂紋路。臉上也會刻意做舊，讓皮膚顯得風吹日曬。更讓人意外的是，很多細節其實來自楊洋自己的建議。例如韓麗走路時微微駝背，步伐短而急，眼神時常保持警惕狀態，甚至在對話時會有輕微眯眼的習慣。這些動作看似不起眼，卻讓角色顯得格外真實。導演楊洋後來評價說，楊洋很多微表情比劇本寫的還準確。雙引號。打戲與敬業，演員與角色的磨合。在動作戲方面，楊洋同樣投入極大精力。據劇組工作人員透露，第一季90%以上的打戲都是他親自完成，很多鏡頭需要連續吊威亞10幾個小時。最困難的一場戲是虛天殿大戰，整場戲拍了整整5天，其中有一段長鏡頭，需要演員在複雜布景裡連續完成5個動作節點：轉身、躍起、落地、格擋、反擊，稍有失誤就要重新來過。楊洋當時已經連續拍攝到凌晨3點，但仍然堅持完成所有鏡頭。副導演後來回憶，那幾天他的手臂全是淤青，但他從沒要求替身。雙引號。這種敬業態度也換來了劇組的尊重。巨額製作，3億預算的底氣，《凡人修仙傳》第一季總投資達到3億元，其中有約2億元投入到特效製作，單集特效成本接近800萬元，這在國產劇裡並不常見。為了保證功法體系的科學邏輯，劇組甚至邀請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顧問團隊，他們幫助設計能量軌跡、粒子運動與法術結構，最終形成了357種不同功法的視覺效果系統。比如，噬金蟲吞噬妖獸、
虛天電靈力對撞、陣法能量流動，這些場景都力求達到電影級效果。正是這種製作態度，讓這部劇逐漸獲得觀眾認可。數據證明，觀眾用腳投票，《凡人修仙傳》第1季播出後，表現遠超預期。短視頻平台相關內容播放量突破80億，連續7天佔據熱搜榜。不少觀眾評價，終於有一部不把觀眾當傻子的修仙劇。雙引號。而當第2季官宣時，評論區瞬間沸騰，網友留言：韓麗終於回來了。雙引號。楊洋的轉型真的成功了。雙引號。這才是演員該有的作品。雙引號。另一種現實不讓江山的信任危機。相比之下，不讓江山劇組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局面。2026年2月22日，這部劇剛剛開機，就陷入輿論風波。最早的爭議來自所謂的陰陽劇本。原著中的男主李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既有謀略，也有野心。但網傳劇本裡，這個角色卻被改成了一個情緒化嚴重、滿口粗話的莽夫。更關鍵的是，很多原本屬於男主的高光劇情被分配給了男二，甚至連書名不讓江山的點題台詞也被轉移。這一變化引發了大量書粉不滿，有人直接在社交平台發問：如果主角不是主角，那這部劇到底在講什麼？雙引號。傷病爭議，演員健康被忽視。更大的爭議來自一場戲份安排。流出的通告單顯示，劇中有一場戲需要使用戒尺抽打左手。問題在於，當時楊洋左手骨折剛剛拆除夾板不久。醫學人士分析，如果在恢復期再次受力，很可能影響骨架生長，甚至可能留下永久損傷。這件事迅速引發網友討論，有人質疑，為什麼非要拍這種戲？雙引號。演員受傷還要繼續硬拍？雙引號。劇組回應，避重就輕。面對輿論壓力，不讓江山劇組發布了一份聲明。聲明否認陰陽劇本，稱流傳的版本只是未定稿。但對於以下問題，卻沒有正面回應。人設改動、戲份分配、傷病問題，這種模糊回應反而讓質疑進一步擴大。資源分配爭議，隨後流出的路透照又引發新的討論。有網友發現，楊洋飾演的男主服裝只有2-3套粗布麻衣，造型甚至被調侃為窮髒醜，而男二、男三卻擁有大量精緻戲服。一些網友認為，這種資源分配顯得非常不合理。評論區開始出現質疑：男主怎麼像群演？雙引號。戲服預算是不是用錯地方了？雙引號。兩種劇組生態，對比《凡人修仙傳》和《不讓江山》，可以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劇組文化。第一種是長期主義，團隊願意花時間打磨劇本、打磨角色，演員與創作團隊之間存在高度信任。第二種則更像短期商業項目，制作流程混亂，資源分配充滿博弈。當創作目標被商業算計取代時，作品質量自然難以保證。資本的不同算計，在《凡人修仙傳》項目裡，資方曾經做過一個非常現實的評估：如果中途更換主演，需要使用 AI 換臉技術，成本大約每集200萬元，同時觀眾接受度也存在風險，因此他們更願意維護演員穩定。而在某些項目中，資本的計算方式則完全不同，他們更關注短期流量價值，只要能迅速變現，作品本身的長遠價值反而被忽略。行業縮影，流量演員的困境。楊洋的經歷其實並不是孤立，很多流量演員都面臨類似問題，有粉絲，有熱度，也有敬業態度，但在一些項目裡，
這些優勢反而被當作快速收割流量的工具，作品質量反而不是優先考慮。觀眾態度的變化。不過，觀眾的審美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幾年裡，越來越多觀眾開始拒絕流水線古偶，他們更願意支持制作認真、劇情扎實的作品。這也是為什麼《凡人修仙傳2》消息一出，會得到如此多的支持。網友評論，輿論兩極分化。在社交平台上，關於楊洋2026年的討論也非常熱烈。一些網友表達了對他努力的認可。楊洋這幾年真的在認真轉型。雙引號，從偶像派到實力派不容易。雙引號，韓立這個角色很適合他。雙引號，還有網友為他送上祝福，希望《凡人修仙傳2》大爆。雙引號，演員遇到好劇組真的很重要。雙引號，期待韓立繼續升級。雙引號，當然也有理性聲音提醒，演員也需要更謹慎選擇項目。雙引號，好的劇組才能成就好作品。雙引號，更多網友祝福，不少粉絲在評論區留言：楊洋加油，2026一定會更好。雙引號，努力的人不會被辜負。雙引號，韓立已經成為經典角色。雙引號，還有網友調侃：一個劇組把你當寶，一個劇組把你當工具。雙引號，這差距也太真實了。雙引號，結語，觀眾終會給出答案。娛樂行業從來不缺爭議，但時間會留下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演員、劇組、資本之間的關係，最終都會在屏幕上體現出來。觀眾或許無法看到幕後細節，但他們能感受到作品是否用心。而楊洋站在的這個十字路口，也許正是整個行業的一次縮影。未來幾年，究竟是長期主義勝出，還是短期收割繼續盛行？答案或許就藏在觀眾的選擇之中。